好，大家晚上好，开始今天的直播。点一下，先沙发后点赞啊，欢迎。Sora 2很强，确实是比较厉害啊，但是我刚才做了一条了，它是一个提示词就直接生成多镜头啊，这个确实还是比较厉害。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别人都在拼，这个直出画质的时候呢，突然上来一个拼这个滤镜画质的，对吧？这个当时这么胜利的人是苹果啊，就是最开始大家都是尼康、佳能在这拼这个相机的直出画质，苹果是直接上滤镜，然后嘁哩喀嚓就把他们干掉了。当然后来苹果又成为了一个老古董啊，然后现在这个拼滤镜画质的是华为跟小米这些公司。但是确实 Sora 2还是很强大的啊，这个还是要承认的。我已经拿到这个叫什么邀请码了啊，这个就不用再去给我送了。好，然后对，今天呢还是老范读评啊，然后稍微等一下，好了，开始。第一条 ，TikTok 交易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这是程序员的思路。美国投资者需要的是 TikTok 的品牌、用户数量和原先投资的保护。算法没那么高深啊，大陆算法的优势在于不要脸，愿意侵犯用户一切隐私。这件事是这样啊，就是互联网产品真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互联网产品当发生宕机或者是一些这种事故的时候是没有忠诚度的啊，大家会快速的跑掉，而所有的这些投资价值的话是产品、品牌、用户数据以及上面的各种交易综合在一起，包括大家对它未来的一个预期加一块才是它的价值啊，这个没有哪个价值是可以单算的。至于说这个用户隐私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没有任何一种推荐算法是离开用户数据和用户隐私可以跑起来的，都需要，对吧？也不要以为啊，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就有隐私这件事儿，啊，人觉得自己有隐私这件事儿完全属于是一种错觉啊，所有人都在裸奔，谁也别觉得自己真的就有隐私什么了啊。继续，福建舰弹射3款飞机，啊，有人说人家福特号23年就这个完成实战部署了，轮得到福建号完成第一次电弹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福特号呢23年确实是部署了啊，它上面呢也有电磁弹射器，但是呢，它的电磁弹射器只能弹这个F-18大黄蜂啊，他们的 F-35是弹不了的。啊，现在呢也没有公布说到底为什么弹不了 F-35，啊，说是有可能这个因为电磁弹射的时候会造成太大的这种电磁冲击啊，可能 F-35上的一些电子设备会有问题啊，这个可能是这样，但反正目前为止，用电磁弹射能够弹5代机的呢，它这个福建舰就是头一个啊，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微软裁员带来士气低落。有人说了，说工作本来就应该有不安全感，员工的去留和表现无关，是看财报、看老板的主观意识，完全处于被动。这个哥们儿写这话呢，我不知道他站哪头的啊。这个怎么个应该法呢？对吧？员工去留就完全看财报、看老板主观意识这个事儿，那这个主人翁意识在哪儿呢？还是说我们就没有主人翁意识啊？咱们就是拿多少钱干多少事儿，对吧？这个其实挺矛盾的啊。这个里头呢，并没有这个非黑即白啊，还是
就是有的一方面呢，就是老板是需要去衡量说，哎，我是不是要去裁员啊？是不是要去做什么事情能够对公司对股东更好？因为老板其实就想一件事，就是如何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至于员工呢，就是如果有一些主人翁意识，有一些归属感的话，那他所能创造出的价值肯定是要比这个拿钱上班的人要强的啊，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它是一个平衡啊。小米17太 low 啊，这个小米17我就没关心过这事儿。我其实去店里看过啊，那个机器，反正没有刺激起我任何想要购买的欲望来。啊，这个名字也好，后边这个背屏也好，都很二。老范够勤奋啊，这个那怎么办呢？也出不了门，那就在家录呗。当然，可能明后天会停更啊，这个11期间我也肯定会休息。至于哪天休息哪天播呢？看情况啊，这个咱们反正看心情吧。出去玩了呢，就休息休息，啊，这个等到11过完了以后呢，再满负荷上班。哎，其实现在怎么说呢？毕竟是一个无业状态嘛，哪天想上班就上，哪天不想上班就可以休息一下。晚上好啊，你们都点赞了没？福特号从没谈过5代机，是这样的。这个老美电磁弹射技术路子走歪了，这就不知道啊。他反正也没有公布到底是为什么不谈，大家也在猜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继续啊，这个我的车还没跳周，我是发了个帖子，因为上周四嘛，雷军演讲，当时就说要跳周，结果我还真的很认真的看了2个半小时的演讲，虽然这个演讲里的内容很拉胯。对吧？但是我还是认真的看完了。看完了以后呢，拿出手机来，发现1周也没跳啊，很气愤。然后第2天我还跑去店里，我质问他，我说我这咋没跳呢？啊，大概是这样啊，就是有人给我回复说，昨天预期只有标准版有些订单跳周了 ，Pro 和 Max 没有什么变化，小米官方也没有宣传标准版欠的订单太多了，单独加了产能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小米呢，等于前面我们就认为他是说了个瞎话吧，或者说他这个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3分钟多少大定这数肯定有问题。然后呢，到底有多少问题呢？其实谁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能出来说。至于跳周这件事呢，其实只是要解决一个目的啊，也只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门店里的车卖不动了，对吧？因为你现在去买车，你要继续把这个谎话圆下去呢，就需要这个明年提车。那你要明年提车，那现在这个店里就没法卖，对吧？他也是，这个下面有大量的代理商啊，这个租了店面，买了他的这个样车在那儿去卖，结果发现卖不动了，对吧？那他就需要去调整这个策略，然后修正一下数据。而修正的过程呢，他又不能出来官宣，一官宣说啊我跳周了啊，大家都怎么样，那很多人就会去质疑你前面数据造假。对吧？那么他现在修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如剩40多周这些人啊，他们会去修正。然后现在小米销售门店里的口径是什么呢？就是你哪怕现在买车，都能保证年底之前交付啊，因为明年购置税就那个优惠就没了嘛。所以他就在讲这样的话。前2天还闹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人跑到小米店里去买车去了，然后这个就要求他锁单啊，交5000块钱去大定。然后呢，他就说：“那你能这个年底交车吗？”他说：“应该行。”他说：“你能保证吗？”他说：“我不能保证。”他说：“这样，咱们签一协议啊，我现在就交5000块钱大定，如果到年底你交不出车来，你把5000块钱退给我行不行？”他说：“那不行。”所以呢，他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谎话吧，他需要用好多谎话去圆，啊，这个就很麻烦啊，这个可能要过很长时间，或者至少过到明年吧，啊，他能够把这个事情拉平啊。其实好多事情。怎么说呢？这都是有夸大宣传的部分，比如说像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个庞氏骗局，那个是个庞氏骗局。其实很多东西它最后把坑填上了呢，它也就不是庞氏骗局了。你最后没填上呢，它就是庞氏骗局，对吧？好多是这样的，就是小米这个里头肯定是有坑，它这个数据一定有问题啊。那么现在呢，就是看看能不能用一个损失最小的方式啊，我又不去官宣啊，我也不在这个
跟这个别人说大张旗鼓的去说这个事儿，我只是呢把这个比如说原来40多周、50多周的这些车往前跳一跳。我看到小红书上有人说这个 Pro 版啊，Pro 版好像真没有，就是 Max 版有跳周的啊，就是原来是50几周的，然后就开始往前跳。然后呢，为什么好多人觉得这个标准版跳得多呢？因为原来标准版交付的慢，对吧？这个经常现在可能标准版是交到第16周的了，然后呢，这个 Pro 版大概是交到第18周的，然后像 Max 版现在已经交到20周了，所以就是这个 Max 版呢可能没有那么着急啊，所以现在它就是去主要跳的是标准版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当我们自己运营一个这样生意的时候呢，你说我完完全全老老实实干行不行？不行啊，被人弄死了，一点竞争力没有啊。那你说我说了个大瞎话，自己圆不回来了怎么办？那肯定也是贻笑大方的啊。那你说我现在这个在原来的这个实际数据上加了点水分啊，说了个小瞎话，但是呢中间遇到一些问题啊，那我是承认我原来说瞎话了，还是说我就死扛，或者就是像小米这样啊，我偷偷的做一些策略和数据的调整，但是呢这个又显得很别扭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有个巨无霸叫做国家电网，这个国家电网跟这个福建建可能还是有点区别啊。电力技术啊，电力我们现在对于远程传输啊什么这块确实高压传电还是比较强的。这个产能其实没有什么跟不上，我估计它大概率还是因为这个就是前面数据有问题。好，我们继续啊，这个火星存在过生命这条视频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包括跟前面那个福建舰那个视频啊，这2条视频都特别特别有意思。怎么个有意思法呢？就上来真的是粉红跟反贼啊，在这儿狂骂一通，压根他们也不看视频，对吧？这个看了个标题就上来骂来了啊。当然也有些人看了视频啊，看了视频也是这个粉红是粉红，反贼是反贼，然后意见分明啊，意见分明的在上头骂来骂去的。这个是让我看的觉得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上来有些人说了，说老范你典型的中式思维，有什么难的啊？我们接着抄作业呗。他的价值观喜欢小米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典型代表了中国人既可怕又可叹的性格。写成这样的评论，我估计这应该也是个中国人吧。前面其实我强调过很多次啊，我并没有觉得说中国人所有东西都是对的，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否定自己的出身的话，就是精神分裂啊。那么这个所有觉得中国所有东西都是错的人啊，这些人的精神一定是不是那么健全吧，对吧？我还是喜欢这个什么呢？就是相信生而伟大啊。其实民族主义就是这么个东西，就是没有任何原因，你生而伟大，因为你属于任何一个民族啊，比如德意志民族啊、日本民族啊，这个什么昂萨呀，或者是这个高卢啊、中国呀，什么都没问题啊，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生而伟大的机会而已，对吧？这个虽然它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儿吧，民族主义本身不是特别好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总比这个上来就直接否定自己这种精神分裂的要强，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能在这儿啊给我用中文留言啊，那么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放过自己一些啊，不要上来每天看着镜子就觉得自己面目可憎啊，这个千万不要干这么事情，稍微想开一点。再往后啊，说并不一定要碳基生物，可能是其他形式，硅基或者其他形式。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是准备录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聊一下的啊，但是聊的方式呢，并不是说碳基生物，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到底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对吧？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都认为外星人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脑袋啊，一个身子。这个2个手2个脚啊，直立行走啊，大概都应该是这样。差异呢，只是脑袋大点啊，还是脑袋小点，或者脑袋上长个犄角啊，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异了。这种难道是这样吗？
或者说这个生物一定是中心对称的吗？还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啊，我们一定是先有电磁波，然后才能有其他的这种通讯手段吗？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可以去思考一下的啊。因为我看过一些海外的这种科幻片吧，也不叫科幻片吧，就是一些这种科学幻想的这种实验性影片吧。它因为并不是一个故事片嘛，上面呢也是设想过比如说生活在云中的生物啊，或者是硅基生物啊，或者其他生物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可能我们变成这样也是一种偶然，对吧？然后呢，这种偶然的过程中呢，会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这种偶然偏差，就会让其他的生物啊这个或者是文明就变成一个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状态。这个我觉得是我更愿意接受的一种这个状态吧，而我不太愿意接受这种，就是所有外星人都是长得跟我们差不多啊，一个脑袋，这个2个手2个脚这样的啊，这个是我这个不太愿意去接受的。扫了一眼留言区啊，不得不感叹老范真是把流量给玩明白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啊，这上头骂的骂，夸的夸啊，然后有些人觉得我们很强，有好多人说，哎呀，这个什么呀，就弯道超车啊，这个怎么回事，对吧？这个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的，就是我从来不惦记去引导这个大家进去这个顶来踩去的啊，没有什么意思。我呢有时候也是说这个自己想什么说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跟土拨鼠做的很多节目是这样的，他呢负责这个严肃信息的收集啊，有些是他可能原来就知道，有些呢是他要做功课，而我呢一般是刷抖音，然后我其实问的很多问题呢，都是抖音上面的一些国内媒体的这种叫做算潮流也好，或者算是一些这种一些网红的观点吧，或者一些比较受追捧的观点。其实我们做这种讨论呢，好多时候也是为了让他去驳斥这些观点，对吧？并没有那么容易啊，说弯道超车呀，或者说什么这个事儿本身并没有那么容易，对吧？哪些事情呢？这个科技是这个不能开玩笑的。但是呢，我另外一方面呢，也相信什么，就是这个没有一定之规啊。这个我跟土拨鼠有一点观点是不一样，就是他认为每件事情，都是有规则的，一定要这个按照规则往前走。而我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转折点里头都是有其他的可能性的啊，就是这点是会有区别。其他的其实关系没有那么大，就是我给他很多问题都是希望他去这个驳斥的啊。然后黑暗森林法则是不可能产生文明的，刘慈欣往好了说就是在讽刺文革而已。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呢，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对吧？它科幻作品吧，它会对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形态去进行思考，对吧？然后呢，在一些信息传递方式下啊，他认为说有可能会产生黑暗森林法则，我觉得算是一种猜想。黑暗森林法则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是这个信息传输啊非常困难啊，基本上不可能传输。然后呢，猜疑链无限的延长，再加上什么呢？就是这个犯错的成本太高啊，就是你一旦犯错的话，可能就直接被人干掉了。以及呢，宇宙中的资源永远不够分，再加上这个叫做科技到爆炸啊，因为你就算是发现他现在科技不如你啊，等你真的摸到他门口的时候，他可能科技到爆炸了，然后上来直接把你给抹平了，对吧？他实际上是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他认为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宇宙规则啊，这个我觉得存在它的合理性吧。除非是像动物园一样啊，就是我们是一个低等文明，其他人都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高等文明在观察我们啊，那就可能黑暗森林法则就不存在了。然后呢，这个其实你看这个人类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是把很多大陆上的其他的类人全都给干干净了，最后剩下我们，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黑暗森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存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安德的游戏啊？安德的游戏是那个电影，安德的游戏后面其实还有好多那个续集，但是续集呢
都是写了小说，没有电影。他呢也是对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存在形式、组织方式呢进行了探讨，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是呢，你也不要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就错了，那个东西就对了。这些东西提出来都是让大家去思考的，而不是让你去说啊，这个就不可能。这个这么想这个问题就太简单了啊。还有人说啊，这个老范还是井底思维啊，觉得 NASA 为了骗经费造假，这个怎么说呢？NASA 就那么伟大吗？NASA 骗经费的事儿多去了，对吧？或者是各个教授、什么诺贝尔奖得主都在那骗经费。大家还记得原来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跑到中国那叫什么酒来着？金花酒还是什么？跑到那儿去给人当那个顾问，对吧？为什么？人家给钱呀。对吧？这个当你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啊，比较这个像诺贝尔奖啊，或者是这种大型的科研的这种机构的负责人的时候，核心的目的不是在做科研了，这帮人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争抢资源，就是要经费，对吧？谁愿意给钱他就去哪儿呗。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NASA 就不骗经费了。我觉得你如果有这样的思维的话，就不是我井底思维了，而是你太年轻太幼稚了啊。好啊，这个是前面几条，然后，哎，今天怎么没有评论呢？是有什么问题吗？网络没问题啊，今天人也少，看来是都出去玩去了，是吧？没关系啊，没有问题哈，好吧。那么这个原来爱留言的人都出去玩耍了，那我们就继续。小米关怀这个小米关怀礼的这个帖子啊，就是我当时发了一个帖子说小米给我这个来送关怀礼品来了啊。那么有人在下头给我写了一个这样的评论啊，说逆光之王是产品设计目标，这个是最近小米被骂的比较惨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上面是写着逆光之王，然后在下边特别小字儿。特别浅的颜色很容易混淆的地方，写了一个啊，说这是产品设计目标。前两天那个谁罗永浩还出来说这是一个陋习。其实呢，我觉得罗永浩说的是不对的啊。这件事呢，其实分3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不吹牛，对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吹了牛了，但是呢，我就这个不认错啊，我坚决不承认有任何的其他可能性。第3个可能性呢，就是说我牛吹了，但是呢，我在底下还要找补一句，让你没法找我麻烦，对吧？大家看到啊，这个其实吹牛这件事呢，都吹啊，没有哪一家不吹牛的。然后呢，遥遥领先呢，就属于吹了牛以后呢，不找补啊，然后大家信就有，不信拉倒的那种。小米呢，就属于有点既要又要，对吧？在上面呢吹牛了啊，我叫逆光之王。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个广告法规定的，你不能随便称王称霸，对吧？这个事儿是违反广告法，所以他必须要在底下做这个找补。找补完了以后呢，又不希望别人看见，但是他还得有，就出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算是属于商业运作中一个不是那么成熟、不是那么成功的一种操作方式吧，对吧？这个还是要去看看后面啊，他们未来怎么发展啊？就中国广告法本来也是不能说叫形同虚设吧，但是效果也没有那么显著、那么明显啊。小米呢，算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还是想尽可能的做到说牛我也吹了啊，这个补丁我也打了这么一个位置，稍微有点小纠结、小矛盾。然后我看看啊，网络正常啊，来了点赞，对，请继续，没毛病。今天吃货都没来啊，那好吧，那我就继续啊。那反正你们聊的少，咱们就快点结束，这个没什么问题。好，这个有一条视频叫"流量都去哪儿了"，
对吧？就是 YouTube 的流量也在下降 ，TikTok 的流量啊，不是抖音的流量也在下降。做了一个这个视频，然后很多人还是在下边疯狂的留言啊。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就说：“哎呀，正要来个沙发呢，就被老范点名了。沙发也是留言啊，不要歧视沙发啊，因为很多人呢喜欢发现，哎，别人没留言的，在下面留一条啊，叫我是沙发。这个事儿呢，我专门在这个评论里啊，专门在视频里讲了啊，说这个沙发就别留了，对吧？尽量留一点这个有内容、有价值的东西，我好拿出来念一念，对吧？但是有些人说我坚持我就要留沙发，还要求这个不能歧视沙发，那我只能把他的留言拿出来念一下啊。之所以让大家不要就沙发留言的目的呢，其实还有一个啊，什么呢？就是提高完播率，对吧？你要想提出有建树的这种留言来，你必须得把视频看完啊，对吧？如果你只看了个开头或者只看了个标题，你就留了个言就走了的话，就容易留这种沙发，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尽可能的把内容都看完啊，看完了以后呢，根据内容啊留出一些评论来，咱们来讨论，这个会更有意思一点点。继续啊，说好事情啊，博眼球无底线的按流量的话，一天到晚啊，这个一天到晚推到我这儿啊，除非我手动按不推荐的选项。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每天看到这种博眼球无底线的内容的话，你不要去怪这些博主啊，你首先要检讨自己，说为什么他把这玩意儿推给我，对吧？他为什么不推给我呢？对吧？这个是推荐引擎通常会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啊，他知道你喜欢这个，对吧？所以才推给你的。然后你又不舍得去点这个不推荐，对吧？那下次还推给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推荐引擎是按照完播率，按照这些东西，按照互动率来去这个叫什么呢？去进行推荐的。以前呢，推荐引擎其实比较喜欢干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引发冲突。对吧？后来呢，推荐引擎就是说，我们不能再随便引发冲突了，特别是中国，对吧？说这个网络戾气太重啊，你们不能随便引发冲突了，对吧？引发冲突了，找人吵架这事儿不行的。我记得就是很多人就是不去找人吵个架，他就浑身不舒服啊。这个以后呢，这种经常找人吵架的人啊，流量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这次推荐权重限制的更新啊，会不会对人工智能的训练有帮助？因为素材质量理论上会稍微好一点。这个我倒是原来没想到啊，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对吧？这个素材的质量呢会有所提升吧，就是这种用 AI 生成的这种烂东西会稍微少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你要注意啊，人工智能去使用训练数据的时候呢，并不是看推荐算法的。人工智能都是用全量的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拎出来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这种低级内容，他们的播放量会下降啊，这个就会这个什么呢？也确实会稍微减少一点点吧。他们就没有动力接着往前做了，因为 AI 做视频的成本还是挺高的。再往后啊，这个脚踏实地的，一如既往，投机取巧的。迟早要完啊！这个其实不能这么讲，脚踏实地呢，脚踏实地有的时候是笨功夫啊。就是我一直觉得是道与术都需要，对吧？你说脚踏实地，就是说我坐在这儿有真本事，然后给你讲啊，这个叫道。然后术呢，就是哎，我在这儿这个今天做个美颜啊，明天整个字幕，后天再整出点花来啊，这个叫术啊。我一直觉得这两个东西还是要相辅相成的，只有道没有术呢。这个玩意儿叫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其实现在酒香就怕巷子深。然后只有术没有道呢，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种粗制滥造的内容啊，就是发的到处都是。这个里头呢，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类自己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啊。人类看到这种又烂又这个什么比较低级、大批量制作的内容呢，他就会冲上去喜欢，对吧？就像我喜欢吃预制菜似的，也还有很多人喜欢吃方便面呢。对吧？那么这块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但并不是说这个投机取巧这事有问题啊。你要说投机取巧有这问题，就跟那个咱们在清朝似的，对吧？一说洋人奇淫巧技，对吧？我们
念好圣贤书就可以了。但是念好圣贤书可以了吗？不行啊。所以呢，不要这个太极端啊，这个还是要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还有人问啊 ，AI 生成故事会被限流吗？不真人出镜，但是用 AI 生成高质量作品会有影响吗？首先告诉你有啊，绝对有影响。但是呢，如果你一直坚持这样做，只要你的内容始终是新的内容，是真的你自己做的高质量内容的话，还是能起来的，但是会很慢啊。这种就是用 AI 生成故事，人不出镜，然后可能人也不念的这种情况。你可能会遇到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叫没有人设。没有人设的话，大家就不会点关注啊。因为我原来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项目，他们呢就是完全 AI 啊，然后就是 YouTube 一点流量都不给，压根都不推啊。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念的这部分啊，就是语音这部分从 TTS 换掉了，改成真人念，然后流量蹭就上来了啊，因为 YouTube 就开始给流量了。给完流量以后呢，他发现有大量的作品啊，播放量很高，但是没有人点关注，就是他没有办法把观众转换成关注者。这个其实干一段时间他就干不下去了。这个因为你必须要不停的去产生更高质量的内容，否则的话，用户流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因为都不关注嘛，没有忠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内容真的好，会被人抄袭，因为你真人不出镜，也没有真人配音，你没法证明这东西是你的，对吧？因为 YouTube 一旦发现这个重复内容，他会给两边发警告，然后那边通常是惯犯啊，惯犯的话就会告诉你说，哎，这是我做的，然后我有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就是中间剪辑的一些过程就会给 YouTube 发过去，然后你就被下架了啊。这个，所以呢，就是 AI 生成故事这件事儿呢，建议你里头最好是有真人啊，千万不要觉得我真人不出镜就怎么样了，哎，最好是有真人。这个你像我现在做成那样，被人认出来，可能也就1年1次2次啊，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其实是很难被人认出来的。不要老想着说，哎呀，这个我出去了怎么办了？没有那个，绝大部分人谁也不认识你是怎么回事。还有人说啥啊？骂街的看不到啊，那么多视频我白打字了，嘿嘿嘿，太开心了啊！这个你所有骂人的这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啊，然后专门把这个留言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还有人说啊，我是这个Premium 用户啊，免广告的，有点好奇 Premium 用户权重能占多大和普通用户比？其实呢，我们不知道啊，因为呢，这个谁有没有公布过这个事儿？但是肯定 Premium 用户的这个占比会就是它的这个推荐的权重肯定要比普通用户高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收入吧，就是 Premium 的收入呢是占我所有收入的7.8%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绝大部分收入是广告收入啊，然后呢，第二多的是这个叫做什么呢？第二多的是会员收入啊，然后第三的就是 Premium 啊，这个就是这么几块的收入，然后 Premium 就是7.8的一个情况。因为 YouTube 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它抖音也好，它核心还是一个商业机构啊，它一定是为钱去买单的啊。这个如果你愿意出钱啊，他就愿意去照顾你的各种喜好。华为有时候也飘了啊，其实也不是飘了。华为呢，最核心的问题是，就是它原来其实不这样，就是华为是在海外被禁用了以后呢，它就开始瞎折腾了，对吧？因为它就是逻辑不通畅了。小米的车什么时候能提出来？我估计我那辆车大概12月份能提吧。今天在路上捡到预期了，感觉后备箱空间很着急，是这样的，它的后备箱真的不大。小米把车跟自己的品牌绑一起的缺点，现在大家都说车企互黑的迁移到手机上了，哎，这个
其实一直都在互黑啊，就是车企、手机，其实从互联网这儿开始的，就互联网企业最喜欢互相骂来骂去了。借系就没这事儿啊，因为起诉主体都是赛利斯，是这样的。这个赛利斯，反正也挺恶心的。Sora 2怎么样啊？首先，你这个班子我给你没收了啊，这个等你啥时候再充了会员，我再发给你。Sora 2感觉，因为我是用了一会儿了啊，感觉一般。为什么呢？就是我生成视频的过程肯定是很爽，但是呢，就生成成功了一次，再生成呢，就有问题啊。这个待会儿我再试吧，因为确实还是比较费劲啊。这个还是稍微费点劲。另外呢，它现在内容太少啊，而且它的CDN 部署的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呢，它的内容刷起来不是那么顺畅啊。这个要看看过个1个月吧，看看效果怎么样。然后我准备明天发视频的时候呢，去把今天得到的4个邀请码把它发出去啊。对，待会儿我可以把那个邀请码贴上去了。刚在台中吃了大庆夜市，很棒啊！黑轮烧啊，炭烤鸡排，河仔煎啊，河仔煎我是真吃不了啊。你这个肠胃可以啊，台中我就没去过，我只在台北待过。我去台湾大概有4、5次，然后呢就只去过台北，因为我去台湾都是出差去的。手机吹牛后果还没有那么严重，汽车吹牛就不应该了。遥遥领先不算吹牛吗？对吧？其实很多都吹牛，包括福特、什么特斯拉都吹牛，对吧？现在美国还有人在起诉特斯拉呢。你的 FSD 叫全自主驾驶，对吧？你没有这么强的能力，你怎么可以起这样的名字呢？现在还有人在告他，这官司还没完呢。汽车吹牛太不负责任了。哎呀，我觉得啊，不要有道德洁癖，也不要站在道德小山包上。生意就是生意，对吧？如果一个做生意的人连牛都不会吹，他就压根不配做生意。今天就逛了一下日月潭，感觉有点小啊。这个日月潭是只在课本里见过，还从来没见过这东西长什么样。车企吹牛你接受不了，那你就这辈子不要坐任何车啊，没有任何一个车企不吹牛的，我告诉你。自行车绕了半圈日月潭，很不错啊，就是太阳太晒了，好吧。引发冲突，其实最早是谷歌和 Facebook，中国还在后面模仿的，包括监管也是。中国呢，监管是比他们严，但是引发冲突这个事儿呢，确实从 Facebook 开始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谁呢？汉堡王啊，就是 Burger King，他在 Facebook 上曾经发起过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就是删除好友啊，然后呢送汉堡，大概是删除5个好友还是删除几个好友送汉堡。后来被 Facebook 紧急叫停，说这不能这么干啊，这有点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反正特别有意思。一边骑车一边听直播啊，这个还是挺好的。我准备直播完了出去骑车去，估计今天还是这个会比较早结束。Premium 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息屏播放啊，太实用了，挺好，没问题。不是免广告了吗？怎么给你提供收益啊？就是它 Premium 也是像 YouTube 交钱的嘛，YouTube 会把这个钱分一部分给我，就是 Premium 在我这儿看了多少分钟、多少小时，它会记下来的。我的 Premium 啊，每次开都有范老师和散人的视频啊，第1跟第2，好吧，我们努力继续更新啊。小米现在怎么风评变差了？看的好多广告口号喊的都很好听，怎么结果下面都有小字解释，不调亮还看不到？哎，我感觉有小字解释的算良心的啊。
你要不给你放小字解释呢，对吧？你不也就买了吗？你以为不放小字解释，它这个产品就会有任何变化吗？我一直觉得这个还是稍微有点良心的。今天台湾导游还和我说，中国护照那一页就是日月潭那个小岛，我没翻到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哪一页啊。我会不会买自动驾驶功能的车？你以为机械的车就不吹牛吗？一样吹的呀。哎呀，这个只要做生意啊，都吹牛。你要说我哪个事儿吹牛，我就接受不了，你就这个社会就无法生存了。还有个阿婆在日月潭卖茶叶蛋，年入几亿台币，被查税了，变成了当地景点。我去吃了一下，也就那样，15台币一个茶叶蛋，15台币应该是算3块钱，3块多吧。哎，我现在搞不清台币跟咱们的兑换是什么样了。我觉得这个，哎，你在日本吃到那个香根的鸡蛋了没有？日本香根的那个煮出来那黑了吧唧的鸡蛋，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啊。其实它就是在温泉水里，或者说那个火山温泉水里头，含硫很高的水里边去低温煮出来的。它可能是在50-60度的水里边煮很长时间啊，那个玩意儿，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Premium 相当于音乐订阅，会员池总收益拿出来，按每个博主播放比例来分钱，是这样的。没有小字儿会有法律风险吗？会啊会，但是呢，其实也通常也没有谁找他麻烦，因为说的比他过分的人多去了，对吧？华为每天都说的比他过分，但是也没人找他，对吧？小米呢，就属于真的有点既要有要啊。好，我们继续。AI 时代必须掌握的3个基本技能。有人说了啊，说学习如何学习，一直也是我给孩子要求的重点，因为我只有初中毕业，所以我的成长全靠自学。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没有自学能力是一定成长不了的。韧性这个属性也很有意思，对孩子0到10岁的成长环境依赖非常啊，孩子0到10岁成长环境依赖非常大。我女儿就非常有韧性，但我儿子的韧性就差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这2点不仅仅是教育孩子，而且是教育自己，自己具备了这些属性，孩子自然就会模仿。这件事儿呢，我的看法其实跟您不是特别一致啊。要求自己都没问题啊，这个快速学习、有韧性、不怕挫折，要求自己都是对的。至于孩子嘛，让他们按照自己开心的方式成长就可以了。我反而觉得你没有提到的这一点是孩子最需要去学习的，就是跟人打交道，对吧？细致入微的去观察各种的需求啊，然后呢进行逻辑的描述啊，或者进行逻辑的分析，这个才是真正这3点里边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在未来呢，人可能更像是一个翻译官，对吧？我们会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跟其他人打交道的这种收集的信息，翻译成 AI 可以去理解、可以去听得懂的这种自然语言。虽然它还是个自然语言，但是 AI 的这个理解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啊。因为 AI 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它是一个自然语言模型，对吧？自然语言模型其实还是不完全正确的，它其实是个文字模型。对吧？我们的语气语调其实都不在文字里头，而语气语调表现的意思要比文字丰富的多。我们的肢体语言啊，然后包括面部表情也不在文字里头。这一部分的话，这个 AI 其实也是无法去无法去这个搞明白的啊。即使它能够通过这种多模态模型，想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搞明白，其实也很难。AI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大堆的知识库以后啊，他不知道哪次该用啥，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一些规矩啊，或者说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咱们讲一个吧，这个正月剃头死舅舅啊，这个咱们北方人经常讲这个啊，正月剃头死舅舅，
就是男孩呢到正月份就不能剃头啊，然后呢要到2月初1还不行，2月初2龙抬头你才可以去剃头去啊，这个是对舅舅好的一个这个或者比较尊敬的一种处理方式吧。这件事儿呢，你说它算是个民俗啊，到底怎么起源的？肯定是清朝以后才有嘛，因为以前没有剃头这件事儿啊，但是具体怎么变成这个东西的，不是那么确定。那你说 AI 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呢？它知道，对吧？你这么大语料库训练进去，它一定是知道正月剃头死舅舅这事儿了。但是呢，什么时候该用这一条，它其实是搞不清楚的，对吧？这个会有很大的这种障碍。这块呢，就靠人啊理解这些潜意识，然后对它进行翻译。然后当 AI 做出这个结论以后呢，我们也要人去进行判定，判定了以后再去跟真正有需求的人去沟通、去分析，对吧？其实这是人真正以后要去做的事情。至于有没有韧性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啊，这个社会里头有韧性的人可能永远是在这一个比例上啊，从来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大概就是如此。如果有韧性的人变多了，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现在有大的灾难产生了啊，或者战争产生了，有韧性的人的比例会上升。越是这个和平年代，大家开开心心过日子的时候，这个有韧性的人的比例就会下降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再往后啊，说10几年前我上大学就有7天7语言，但是这种书意义是你已经形成了体系，然后为体系拓展一些见识，在需要的时候不被目光局限决策。目前的 AI 显然比你会胡说八道，所以自己不扎实的知识会带跑的。编程是一个实践和验证自己知识体系的工具，并不是 AI 会了我就会用。光聊趋势没有太大意义，AI 最终会解体成AI 最终会解体所有人工作啊，接替吧应该是。但是我的价值是解决眼前的问题，你不能告诉需求方这个问题 AI 最终会解决，所以你先把钱给我。这件事儿呢分几块吧。第一个7天7语言这种书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啊。7天7语言呢，这个书当时其实卖的非常非常好，这个它真的是写给不会编程的人看的啊，会编程的人其实压根儿不看这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编程这个东西啊，就是当你把基础的逻辑搞明白了之后，各种编程语言的变换呢，你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语法堂的转换。什么叫语法堂转换？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应该写这个 begin end，然后呢，在另外一个语言里头写大括号，大概就是这样的，对吧？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啊。这个语言是写缩进的，那个语言是这个在最后写这个分号的，对吧？有些语言是可以不写分号，就是每句话后头不写分号，但是呢，你必须要回车换行，对吧？像 Ruby 就是这样的啊。有些语言呢，你必须写分号，但是你写分号呢，你可以把好多行写在一起，这个其实好多是这样的。然后剩下的那种细微的差距的话，这个你比如说有些语言啊 ，Python 它的这个变量都是只读变量啊，它里头就压根没有赋值这件事情，对吧？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啊？它底层的逻辑是什么？这种东西其实7天7语言这种书里是不写的，对吧？它完全不写这种东西，只是告诉你说它的语法大概是怎么用的，然后大概是什么意思就完了。你想你7天7语言嘛，所有这种语言之间真正的差异细节，它都根本就不会告诉你。啊，这个是，这种书其实挺害人的啊。至于其他的说，这个自己形成知识体系以后，这个AI 呢，确实是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啊。然后我也不认为 AI 会接替所有人的工作啊，我认为人还是在这个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至于最后你说这个解决不了问题，让 AI 先给钱的话，这不就是 OpenAI 和这个 NVIDIA 现在正在干的活吗？对吧？我们也不知道这东西干嘛使，我现在去盖机房去了，先给钱，对吧？你看那市值涨的。好，继续啊，这个编程本质上是逻辑的理解能力，再加上一些耐心啊，你会发现逻辑能力强的人学编程很快，并且少走弯路，所以要着重培养孩子的逻辑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啊，这个是肯定的啊，一定要去培养逻辑能力和逻辑思考能力。但是我并不认为编程主要是靠逻辑能力啊，编程其实，学习的时候呢，肯定是需要逻辑能力，但是真正上手干活啊，
其实需要一些这种大规模数据的并发处理能力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像我们以前讲说程序员啊，你这个最后说你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层级吧，其实是看你能够处理多少代码，对吧？你比如说有一个10万行代码的一个程序，你能够出点问题知道哪儿错了啊，能够快速的定位，这个是很强的啊。如果说，哎，这个你可以在100万行代码里头去定位啊，出任何问题，我一下就知道在哪儿错了。然后呢，这个代码在什么什么地方，然后中间的这个调用过程，调用的这种嵌套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您是大牛啊，这个100万级的可能是真的我见过的最牛的人了，再牛的我也没见过，对吧？你说，哎，我就是在几万行代码里还可以找一找啊，超过10万行我找不着了，这个其实才是大多数人的这个水平啊，这个。就像什么呢？我记得以前有一本修真小说啊，说这个修真去了啊，一个我忘是哪本书了。他说这个修真呢，比如说吧，修阵法啊，那你真正难的是什么？就是规模啊。你很多人可能这个看了这头都忘了那头了啊，看了那头都忘了这头了啊。这个其实跟编程的过程很像。继续啊，这个，你们宣传 AI 的是不是精神分裂啊？一边宣传未来只能不断学习，否则会被淘汰，一边宣传说有了 AI 能实现技术平权、全民 UBI，一边一个靠窃取全球数据发家的 AI 头子，要别人不断学习，潜台词其实就是要大家不断的给他数据中心贡献数据，让全人类给他当数据佃农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从来不相信 UBI 这些东西啊，这个事儿，山猫特曼相信，但是我是不信这个玩意儿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所有人的啊，这个还是要不断的学习，而最后呢，肯定会有很多人被替代。可能像他这样的人觉得这个山猫特曼是个骗子，这种人呢，最后就是那个被替代的人啊。这个像我这样不断的忽悠大家努力思考的人呢，没准最后能够带着一些人以后继续有用啊，大概也就如此了。最后一条啊，这个就是这个 AI 时代必须掌握的3个基础技能的最后一条啊，这个不是应该回顾 CEO 父母的育儿清单才对吗？这个是国内成功学上一个比较错误的观点啊，就是谁成功了，然后呢他的父母就写育儿经验，然后大家照着学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为什么呢？这个像我们以前投资的时候，投 CEO 的时候，我们绝不是去找这个学的最好的人去投啊，这个我们会去找这种有差异的，然后性格上跟普通大众有巨大差异的这些人去投。他比如说家里头受过挫折，或者是有过一些什么跟其他人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个性，这种人才会去投。然后呢，他们经常是充满了创伤的灵魂啊。你要照这样的育儿清单去教孩子的话，那你们家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哪一个成功的创始人啊，这个他非常非常厉害啊，然后我们去照他的清单学习一下怎么教育孩子，千万别干这事儿啊。这个其实这些人都是投资人，包括他们自己啊，在这个非人的状态下挑选出来的啊，这个是不能学习的。但是哪些 CEO 的这个成长历程可以学习呢？就不要去挑创始人的，挑你比如像提姆库克这种，就是他是打工人啊，打工打来打去呢，最后打成 CEO 的这种啊，他实际上属于职业经理人的啊，这些人呢其实是他的成长历程是可以去学习的。但是像乔布斯这样的，包括像马斯克这样的，对吧？他们的这种履历是不能学的啊，那个是害人的，千万别学那个。好我们继续。15台币不贵，中国大陆的景点茶叶蛋怎么也3、4块一个啊？这个有可能，但我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在景点买过茶叶蛋，我怕吃到拉肚子。日本都去吃和牛了啊，3天3顿和牛自助。这个温野菜啊，温野菜也算，这个在国内不是满街都是吗？烤肉，某某是好像挺常见的一个牌子，我忘了。
感觉胖了好几斤啊，回来好好锻炼吧。其实可以找他麻烦，举报如果中了奖励20万，问题是中不中，有时不太按法律来啊，这是肯定的。小米17 Pro 海报主标语是逆光直往右下角标注小字产品设计目标，类似情况出现在小尺寸续航之王啊标注目标等宣传中，是这样的。小米反正有点纠结吧，就是它现在很矛盾这个状态。这个什么啊，小米苏七宣称2200兆帕小米超强钢，小字儿注明项目名称，这不挺好的吗？你像2200兆帕超强钢这个东西叫品类名，它叫小米超强钢，那不就是项目名了吗？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吃过细粮的人啊，看到有人这么讲究，觉得无法适应。赶上直播了啊，先赞后看啊，欢迎欢迎。语气语调就是沟通中的潜台词，还有一些这种 inside role 啊，潜规则，而且这些还分文化或朋友之间的默契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真的要分场景，就是对于 AI 来说最麻烦的是怎么分场景，因为它的知识库实在太大，对吧？到底什么时候这件事能说，什么时候这件事不能说，其实他搞不清楚。我就从来没给过我压岁钱，我一般都是正月剃头。你看你这个人太过分了啊！11都不放假吗？我也想放假，明天出去玩一玩，对吧？但是明天出去玩，礼拜五就没有节目了。礼拜五是不是把直播也停了？这个我还没想好啊。反正这个大家也都出去好好玩耍，有东西就播吧，没东西咱就不播。国内电车企业的操作放欧美早就被告死了。是这样的啊，这个包括日本啊什么这个，他们其实好多的都需要单独去生产，然后单独去做新的宣传信息啊，这个是不能直接把国内这套东西搬过去的。在台湾体验一下国庆氛围啊，这个气氛，总统府被围出来挂彩灯，一群工人在搭脚手架，还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但是我去拍了很多照，也没管我。哎，这个他们是要庆祝双十节，他们10月10号国庆，咱们10月1号，他们晚10天，所以现在也该开始布置了，没有任何问题。对，他们双十嘛。其实资本主义社会，人就算化成灰也有用，不会有人被淘汰的啊。墓地每年都要交租金的，不能这么想啊，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对比一下台湾和日本，果然还是日本更发达一点。这个还好吧，反正因为我也有年头没去台湾了啊，所以不知道。我觉得台北还是挺发达的。点赞点赞。在台湾有一个事情我是感受特别深刻的啊，就是他们坐出租车，然后出租车前头呢放一小电视，他们的司机是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开车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样安全吗？他说没事啊，那司机都岁数比我还大，说我开了30年了，开了40年了，都是这么开下来的呀，对吧？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在那开车，这个还是挺神奇的一个事情。以前台湾的出租车是可以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我不知道现在还行不行啊，反正以前可以。有点护米宝了，哎，这个其实很多人呢就看不得这个。小米呢，比如小米17做的很二很烂，我也可以照样骂他，我一点觉得没有任何的，我也不觉得有任何的精神负担，对吧？然后呢，小米这次把这个标语印成这样了，我觉得他有些纠结，对吧？也没什么别的，别人也吹牛，对吧？他只是纠结了，吹完了牛以后呢，还要在下头稍微写一句，对吧？那又有什么呢？也不算是完全正确。你觉得这些模型公司拿了垃圾的Meta、Twitter 算法筛选的数据，最后训练的也是垃圾吗？这个不一定。其实呢，它训练完了以后，最后还是要靠强化训练，
就是你预训练完了以后要靠这个的，然后才能知道这东西到底要干嘛使。然后现在呢，他们也有很多的这种评测体系啊，然后你比如说我拿了一些数据，发现训练的不行，评测体系过不去的话，那他就再接着重新训练呗，重新筛选数据，重新做标注，然后重新训练，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对吧？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全进步啊，所有的没有进步的或者进步不够明显、退步的都直接删掉了。AI 如果能读懂场景啊，上下文会变长，光解读微表情就是一项庞大的工作量。所以现在在玩上下文工程嘛，对吧？而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模型都把上下文窗口变到100万字，甚至还有200万字的。但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生往里塞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塞太多的进去以后，你上下文靠前的部分可能会很好的被解读，上下文比较靠后的部分一般都会被忽略掉。所以现在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让 AI 去进行这种大上下文的工作。台湾主要是街道太破了啊，所以观感没有日本好。没有吧？反正因为我在台北的时候呢，就住在101大厦旁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租了101大厦的房子嘛，所以我觉得我周边的这些地方都很好。但是确实是我打车去了一些台北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稍微破点的地方，但还好吧，我觉得总的来说还可以。好像就双十休息一天，没有调休啊。他们其实不太需要，就是放长假这个事儿只有中国有，中国特色。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年假都休不出来，所以只能通过靠放长假这种形式来刺激消费。放长假其实目的不是为了让这个员工休息，放长假的目的是为了让员工消费。咋点不上赞呢？啊，这个点不上就算了啊，不要强求。台湾街道像国内90年代的老小区，这个我还真没感觉。反正至少那个像这个什么101诚品，然后旁边几个帽，感觉还可以。聊过这个背屏了吗？刚才说了啊，我说那东西实在是太二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设计。为什么要在后头放一块背屏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实在是太二了，太傻了。比鸡肋还差啊！就是如果这个手机没有那块背屏，我还是有可能会去考虑买的。加上那背屏，我打死也不去买。台湾企业到了大陆，是大陆街道的环境也霍霍的不轻。没有吧？我觉得台湾企业到这边还没轮到他们霍霍街道吧。富士康可能霍霍一点啊。小米这个品牌本来就很纠结，一直在对标行业第一，哪怕做到现在这个体量，也处于一种想上去又不敢上去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啊，我告诉你，华为原来也这样。这种人啊，一旦到了第一的时候呢，他就会无所适从，会疯的。华为一直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做手机对标苹果啊，我们做交换机，我们去对标 3M 啊，或者对标一个 Cisco，然后他们每一个事儿就找一个对标。华为的理论就是在没有做之前，别讲自己是第一，我们就是对标去了。华为后来是怎么成为第一的呢？就是在国外被封了，封完了以后呢，他就只能在国内来当第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封掉了，对吧？他现在看看华为的各种宣传口径，小米呢现在还是说，哎，我还有的可对标啊，我还可以说，我去跟特斯拉比，我去跟这个法拉利啊，或者是这个保时捷去比一比啊，或者我去跟苹果比一比，iPhone 比一比啊，他还可以干这个事儿。我觉得呢，反正干这样事儿呢，你会觉得稍微有点小别扭啊，但是总比这个老子天下第一这个要强啊。这个其实国内这些企业还没有学会怎么当第一，包括小米也没学会。除了中国大陆，其他地方都没有调休。其他国家如果假期靠近周末，直接就把中间也休掉了。他们关键是有年假啊，大家是可以去请的，在中国根本请不掉。听你们说了这么多台湾的东西，我都想去，我早就想去了，想了好久了，他不让我去啊。但凡小米现在的系统，还有自定义属性，后屏还是可以玩很多的。但是小米没啥自定义了，嗨，
我刚才这个谷歌一直搞了这么一套战略是什么呢？就是不停的升级这个安卓不停的升，Chrome 不停的升，然后各种版本不停的升，然后升级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分支走太远，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小米也不太敢分太多的东西，或者定制自定义太多的东西啊。这个是你上了谷歌这条船你就没办法，包括华为原来也是这样的，后来谷歌不让他用了，他才开始走另外一条邪路。老婆台湾人啊，经常去丈母家，台湾消费有点贵。我觉得台北还好吧，至少跟北京、上海其实差不太多。雷布斯、雷斯克、雷仁勋啊，雷普，雷普就过分了啊，他怎么着也不至于雷普吧？他前面呢确实是穿了皮衣出来，但你说穿皮衣这事儿，也不一定是黄仁勋嘛。马斯克有时候也穿皮衣啊。一直搞不懂台企为啥那么抠啊，就没有看过比台企还抠的企业，印度企业都比他们强。这个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因为我虽然在台企上过班，我当时是在台湾红光扫描仪给他们做北京办事处经理，干了大概1年多吧，没有感觉有那么抠啊，我觉得还好吧。我也觉得啊，我1年都没看，都看不了手机背面一次。如果因为买了个手机就经常翻过来看，是一种很蠢的自适应。我觉得不是很蠢的自适应的问题，对吧？你说你背面有个屏，我还担心这个泄密，万一有点什么我不想让人看的东西到后边出来了，多麻烦啊，对吧？这个实在是丢人啊！而且现在大家都在玩什么，就是把那背屏模拟成苹果。就是因为它是俩摄像头嘛，它可以把背屏画一个苹果的背盖，然后有一个再加一个摄像头上去。我说你做这事儿干嘛嘛？这真是太丢人了啊！我觉得做这种设计的人应该马上把它开掉。不扣年假，这个例如周四假期，周五本来上班，会把周五也放进假期，连休4天，不扣年假。远的不说，香港就这样啊，这个就没有那么了解了啊。三星 One UI 和类原生很靠齐，但是自定义拉满。哎呀，这个自定义这块小米其实拉的也挺多的啊，因为我前2天给我妈买了一个小米15嘛，玩了一下，感觉还是挺好玩的，比 iPhone 的自定义东西还是多一些。台湾劳动法比较好啊，休假多，下班老板要是敢发个 Line 给员工会被举报，这个我觉得有点做的太过了。台湾其实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去学日本，对吧？搞这套东西就是小确幸啊什么的，本来是一个很好拼搏的一个地区吧，或者是一帮人吧，结果他去学日本搞这个小确幸，最后把自己的活力都给干没了。我记得那时候去台湾啊，有一次是跟哪个人去聊天来着，就是不是华硕啊，是宏基的 CTO，白头发老头啊，那个绝对是比我老。我觉得他可能是50年代或者60年代生人的一个老头啊。有一次跟我们去聊天，哎呀，那个老头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谦虚。你像跟我去聊，我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小学生的状态嘛。然后他呢拿出一个笔记本来啊，我跟他聊了1个小时吧，然后他在那儿记了大概满满的3、4页。对吧？这个应该是宏基还是明基还是什么，反正他们也做手表，做什么我忘了是哪家了，华硕还是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是一个老头。就是他们这些人呢，其实是很能理解我们的为什么呢？就得拼啊，就得狠啊，这是这帮人。然后那个年轻的像什么90后啊，什么这些人呢，就已经完完全全被后来这种什么小确幸给玩坏掉了。就是个人享受啊，然后我们要去休假呀，就搞这些东西。这个反正也挺矛盾的。我也想去休假，但是，还是有点老派吧。就是以前在办公室里的也经常把人骂哭啊，什么这种事都是我干的。台企确实非常抠啊，我一个台湾朋友就受不了，
一枪为台争光的热情直接熄灭了。这个就不了解了啊。以前手机背面放个屏是为了正面不放摄像头啊，这个方便自拍用的。反正我觉得他这次设计的真的是挺二的。我之前在大陆的台企，还得交工会费，直接从公司里扣，春节就发100元的购物卡。像我们以前还行，我们以前那个是什么来着？就是14薪啊，就是我第一次拿到14薪就在台企里头，就是春节是2薪，然后是14薪啊，春节1薪，然后那个什么8月节和5月节是半薪。后来我就问人家，我说啥叫5月节呀？我说8月节我能理解是中秋节，什么是5月节呢？后来说5月节是端午节，说台湾人过端午节也是很重视的，所以端午节会多发半薪。宏基啊，好像是宏基，就是他们自己做手机做手表，他们手表当时做的还挺漂亮的。按朋友的说法，日本也不全是小确幸，很多公司哪怕下班了也要陪上司喝酒。这个陪上司喝酒这件事儿就没法整了啊。这个，因为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大概是90几年啊，还不到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正是拼的时候，对吧？然后日本正是觉得自己很强的时候，很牛的时候啊。这个晚上回家，那个地铁站门口的小酒馆里坐满了中年男人，在里边去喝酒，在里边去烘托气氛。这个我觉得他们当时看着也挺神经病的。屁股决定脑袋啊，等当了领导层才不想让下边人放假呢。可以多给钱，但是不想给假。领导层一定是既不想多给钱，又不想多给假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屁股决定脑袋。好，最后还有几条啊，这个2025最惨汽修工，说我现在就是缺少啊，我们现在就是缺少那些良心的修车工时，99%的修车都是诈骗，全世界哪里都一样。这个修车呢，跟医院其实很像啊，就是他们在我们一个不了解、就是一个我们不熟悉、不了解的领域，对吧？然后呢，他们有定价权，他们有这个方案处置权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是很难产生信任啊。然后呢，我也不觉得99%的修车工都是诈骗啊，我觉得应该是100%。就是修车工呢，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他总还是希望多挣一点钱，对吧？当你没有监督，没有办法再去告他说你这个过度的检查了，过度的这个维修了，其实他都惦记多收你点钱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而且你想去举报他呢，又非常非常麻烦，因为毕竟你不懂嘛，你也没法说随便把车修吧修吧，回来去找人鉴定去，对吧？你有那功夫有那钱，还不如说算了这点钱亏了拉倒了，对吧？所以全世界的修车工都差不多啊。这个包括今天讲这个王龙啊，其实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不相信这种人他就是特别的好人啊，也没有那个，他其实也是为了自己有流量，为了这个更多人跑到那儿去修车，可以多挣点钱啊。他说的话呢，我觉得有夸大的地方，但是基本上属于事实啊。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这个我从来不这么想。然后有人说卡尔顿大学还行啊，偏理工科，在渥太华第2档大学的前5名，排名相当于华南理工啊。但是我也看有好多人留言说这个卡尔顿大学是野鸡大学啊，还有人说这个啥也不是的啊。这个因为我毕竟不了解嘛，后来我查了一下，卡尔顿大学应该是原来是这个卡尔顿的 college 啊，从 college 升级升上来的。然后全球排名大概是500-600名吧，就反正肯定比较靠下，里头可能有一些专业还凑合吧，因为你毕竟是用 ChatGPT 去查嘛，他肯定也查了卡尔顿大学的官网，对吧？里头吹牛的话也都给我翻译过来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至于说这个王龙在里边到底是学的硕士呢，还是学的 college 这个呢，不好说啊。这个因为他们确实这个机械工程是有硕士学位的啊。
这个就是卡尔顿大学有，但是呢，加拿大的大学是这样，就是，它可能很多的学校都用同一个名字，就是卡尔顿大学啊，你可能既有 college，因为它原来就是 college 嘛，它可能还有，然后呢也有大学，也有研究生院，什么都有，啊，都叫卡尔顿大学啊，这个或者都叫卡尔顿吧，应该是这样，啊，这个包括一些加拿大很著名的学校也都是这样，就是从上到下都有。所以很多的那个，你比如说啊，这个回来了啊，这个是加拿大，比如多伦多大学的啊，这个或者是那个什么哥伦比亚还是什么那个也是加拿大一个特别有名的大学嘛，比如都是这儿出来的，那你也要小心，它有可能就是一些挂着这个牌子奇奇怪怪的地方出来的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原来国内发现过，然后很多人呢是这个被留学中介骗过去的啊，去了以后呢，就先在一个这种挂牌子的地方去学。因为你肯定也学的没多好吧，就去了。去完了以后呢，你有些人确实学好了呢，是可以转学转到那上面去的，但是绝大部分人就在那混。还有一些小孩呢，是一开始混到这个比较好的学校去了，然后呢混不下去了，要求退学啊，要求什么的，他们就会转到同样名字的这种 college 里头去，然后混几天呢，把这个 college 的这个文凭拿回来，然后呢也说，哎，你看我也是这个。什么什么大学啊，给我盖了章了啊，有他们名字回来了，对吧？反正一个英文的这个证书就完事儿了，对吧？这个事情原来是发生过的，所以王龙到底是哪儿毕业的呢？也不知道啊，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了。还有人说啊，我去饭馆吃个菜啊，出来说不好吃，被告一个菜否定啊，被告以一个菜否定全部菜，被罚太荒唐了。这个讲的是另外一个龙哥的事啊，是这个叫做什么呢？是这个罗永浩的事情啊。现在这么说吧，西贝呢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啊。这个一方面呢在开始疯狂打折降价，对吧？做餐饮嘛，这个你最后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打折降价。然后呢，各种发券，然后请人去吃，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在这种灵活用工的这种平台里头去发各种单啊，说请来西贝吃饭，吃完饭以后呢，给我们拍一些视频。但是这种视频呢，就很容易翻车啊，什么这个，我这个什么7岁的小朋友说不吃西贝就完蛋了，这种其实好多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是就是你进行这种社会化传播，你就没有办法对这个质量有太高要求。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种把控能力的话，就很容易不停的翻车，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现在除了核心商圈的西贝之外呢，大量西贝实际上在关店了，啊，已经在撤店了。然后有一些这个，就是国内有这种专门收这个二手厨房设备的公司，对吧？也收了几家西贝了，然后上来说西贝的设备真好，对吧？一个西贝有这么多冰箱，对吧？它都是动的嘛，所以它冰箱比别人多得多。而且都是西贝的冰箱都是日本进口的，都是松下的，对吧？人普通的饭馆你去收去那一个冰箱啊，然后那一个冰箱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然后西贝的冰箱都是2万起啊，都是很贵很贵的冰箱啊，这大概就是西贝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一条啊，有人问小米的法务强吗？跟大家说实话，小米的法务很强，强到没朋友那种啊，这个非常非常强啊，因为以前也跟他们有一些呃，不算打过特别多交道吧，稍微打过一点点。小米的法务是强到绝对没朋友的，啊，但是小米有一点比较好是什么呢？它出了事儿，它不上去盖去，对吧？现在为什么好多人都觉得小米出事儿多呢？因为其他车企你只要是出事儿了，他就赶快派个人上去先把车盖住，啊，先把标抠了，他们干这种事儿。小米无所谓，出了事儿你拍了呗，有什么问题吗？对吧？就算是出事儿死人了，然后雷军也敢出来说是我的责任我担，其实这点是我比较喜欢的啊，但是小米法务真的很强啊，这块还是要跟大家强调的。好啊，这个网上的评论读完了，咱们再看看这边。中国现在最恶心，前天老板召集全公司管理人员吃饭，PUA 大家到10点半。哎，这个你能去吃这种饭，至少是管理人员了呀，对吧？你要想着说这个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对吧？还有一堆人盯着你的位置呢。有一个薪水问题，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大陆除了台湾，
和别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区别，在中国很多工作底薪特别低，甚至没有底薪的岗位，接着提成给的特别高，在海外这些都行不通，底线之外的工资不会记录到员工的工资里面啊，这算是超级高的这个提成啊，底线特别低啊，你会被判违法。这块不好说啊，这块不好说。其实，在国内包括 N+1的时候，都是按照过去一年的所有收入除12算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会算进去的。谈这个啊，这个人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从来没看过他任何东西。你们为什么老上我这儿提这么个人呢？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底薪啊，是我真想给他一瓶酒啊，什么意思？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啊，企业为了做合规，很多国外企业绝大多数员工的工资都差不多啊，除非是特别厉害的技术型人才。这个底薪高啊，底薪低这个事儿其实有很多原因啊，这个讲起来就没完没了。底薪、绩效奖金最开始是为了避税，对，它原因非常多。中国现在很多老板的心态，我能给你发薪水，你就要感恩，所有人都是我的狗，那怎么了？这个现在好多地方不发薪水，员工都没有一个辞职的，对吧？那你说都这样了，还能怎么办呢？最近放手机总是触发这个敲击背面截屏啊，这个好奇怪。理论上说是没错，但是如果每个人差不多工资，其实会让员工缺乏积极性的。是的，我记得原来跟台湾的一些朋友聊天，说他们就没有积极性，说为什么呢？说你看啊，你前面的这个人就是你的师兄啊，比如说台湾清华大学毕业，或者是台大毕业的，对吧？你觉得在国内啊，这个3、5年就可以升到很高的位置，可以管一群人啊，甚至可以创业，可以拿到好多钱。你在台湾呢，可能你干到退休，发现啊，也是你上边的师兄退休了，你接他的位置，就这个就觉得很无聊啊，就按部就班这个事儿很无聊，这玩意儿就跟日本人学的。修订一下人生目标，回美国赚够钱，拿到绿卡入美籍，好好学日语，赚够钱去日本买房子做数字游民，迎娶樱花妹。我现在对日本妹子滤镜太强了。你在日本不是接触了个东北妹子吗？连锁很多用品牌的商用厨房设备，而且他们会定制，收都要收几万的话，这个买几十万的啊。我估计还有一种就是这是开始了还是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对吧？我们8点开始嘛，我已经把线上的评论都读完了。有一个疑问，如果大家都是利益优先，价值观放后面，价值观不就是利益优先吗？那每个国家最终的发展都去趋同，制度也都会统一。老范的观点给我的感觉就是利益决定一切，这有些不合理。以为自己为例啊，这个我财富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只要我感觉不符合我认可的价值，给我钱我也不会去做啊，即便给的是数字很大，我也没兴趣。你看啊，这个你的前提是你的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了，对吧？你可以选择说不了。你像我就很穷啊，你现在给我钱让我去干什么事儿？你比如说吧，华为啊，今天突然说老范，我给你发个 offer 吧，给你发一大笔钱，我屁颠屁颠都去，这没什么好说的，不丢人，对吧？到那儿每天吹啊，华为好牛逼，华为好伟大，这有什么丢人的吗？我一点都不丢人啊。至于说会不会趋同，不会趋同的啊，就算大家都利益为先，也不会趋同的，因为还有一帮伪君子说我不利益为先呢。你比如说像某些号称是这个这种奇奇怪怪的国家，对吧？他们就要讲道德为先啊，那么这些人他就没法跟别人趋同。实际上，所有讲道德为先的这些国家或者是这些团体呢，
都是通过道德的这种绑架，让其他人把钱给他们啊，没有任何第二个东西啊，只是呢有些地方的这种政策或者制度呢允许这种方式存在，有些地方呢不允许，对吧？或者说对这个事情的容忍度比较低而已。啊，任何说为了道德为了大义啊，你这个要牺牲利益这种事儿，我都觉得这帮人是伪君子。有个问题问老范啊，上半年咱们的中小学突然这个严查周末补课，9月开学后又不了了之了，知道啥原因不啊？这还真不知道，这种事儿你得问塔主啊。这个他是教培行业的啊，我小孩都上大学了，我已经再不关心这事儿了。居然有买17的米 boy， 反正我是在店里我还看了一眼啊，实在是惨不忍睹。小米17，我觉得买这种东西真的是脑子有坑。其实我小米手机，这次给我妈买是我买的第一个小米手机，我以前从来没有买过小米手机，就是我家里所有的小米手机都是以前上班发的。对吧？原来我们都是上班，就是在猎豹上班，上了4年班吧，每年发一个小米手机，啊，后来就这个不在那上班，也就不拿了。我认为价值观是优先利益的啊，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以利益为优先去考量，然后呢，大家不要去侵害别人的利益，就是最高的价值观了。凯文这个女大的凡尔赛让我想起了，卡尔家厨当年的食材凡尔赛。卡尔家厨已经有日子没来过了，对吧？这个大反贼，然后被我们说的不感兴趣了。选择权是很贵的啊，这是肯定的。补课的事情通常是地域性的啊，离大海越远的地方管得越严，好吧？呀，我们有一位这个，哎，先去把小扳手加上。有啥积极性不积极性的？每个人都按自己签的劳动合同办事儿，完成约定的任务，拿相应的钱，为什么总要和同事比，和同事竞争？人精力充沛，也就那10几年，后面都要一样的养家，需要稳定，同事把你挤走，一家人断供了，有意思吗？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当你有更好的上升空间的时候呢，你就会去卷，对吧？我记得原来跟很多台湾人去沟通，也不叫很多吧，就跟那个 Richard 林去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这事儿。就是呢，原来呢，台湾人羡慕大陆人上升空间大，后来呢是大陆人羡慕台湾人，就是底线高啊，对吧？底线高的意思就是他不能随便把你干掉，要让你有饭吃啊，这就是底线高。一般呢，经济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羡慕这种上升空间大的地方啊，就是上限高的地方。经济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羡慕这种底线高的地方。对，这个 MAGA 卡尔应该是个 MAGA 吧？对他呢，这个就属于中国所有东西都是错的，在他那儿啊，只要是中国的就那个是罪大恶极那种感觉。选择权和价值观啊，都是有价值标签的。我们有时候有觉得自己有风骨，其实只是价格还没谈拢而已，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比如说有些东西我是不做的，但是呢，我从来不会要求别人不做，对吧？一旦我要求说这事儿我觉得不对，你也不许做啊，这个事儿就有问题了。明天还要去阿里山啊，去吧，挺好的啊。这个台湾其实只要你吃东西不拉肚子，还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我觉得，反正台湾各项的风土人文，因为毕竟他说中文嘛，对吧？这个还是给我这个印象很好。因为我去日本啊，去任何其他地方，你还是有心理压力的，对吧？万一说不明白，遇到点什么事儿，对吧？这个心理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就玩不痛快啊。但是到台湾啊。就很好啊，新加坡有时候你说中文都不行，对吧？特别是一些看着像华人的人，啊，他就一定是这个要跟你讲English，对吧？这个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看着像印度人的呀，或者像马来人的这些人，
你跟他讲中文，他没准还能给你对付一下。人家越是华人，他越要跟你讲英文。然后这个我记得是当时在新加坡那个叫什么金沙酒店，就是那个上头像帆船那个玩意儿。然后进去我要找个人啊，我还专门找了一个这个看着像华人的一个领班啊，我说我大概什么什么情况啊，他说也那个 English only 啊，然后那个要 English please 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最后对付了半天，对吧？这个英文我就很烂嘛。但是我在马来西亚，在新山基本上是待上4、5天，完全讲中文是没问题的。我现在好纠结啊，感觉 iPhone 17就够用了，但是又需要长焦啊，花了2000买了一个镜头，好亏。镜头其实真的没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真的想拍呢，还是微单啊，这个还是会好很多的。很早之前听一个研究美国的学者讲，美国非常需要敌人，因为它已经世界第一了。如果没有敌人啊，它的整个社会就容易崩溃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我觉得美国还是玩孤立吧，光荣孤立还是挺好玩的。阿里山和那位妹子去吗？和哪位妹子去啊？这个不知道啊，这个凯文可以讲一讲是自己去还是跟妹子去。日本讲中文也没压力，这个还不行啊。日本我还是这个靠翻译软件和英文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日本有一点比较好是什么？就是它的所有的标牌都非常清晰。然后呢，这个就是你完完全全靠翻译软件不讲话都可以搞定。经济下行，大家没机会，现在是没底线，也没有上升空间啊，那没办法。范老师带太太去可以中英双雄了啊！对，我太太的英文是非常好的，其实我儿子英文也很好。新加坡不一样，很多华人都不会华语啊，这个其实还好。新加坡我见过的华人大部分是会讲华语，他们属于会说，但是不会写。看你写这个姓名，估计就是新加坡的拼音。尤其是40、50岁那一代啊，我去碰到的那个人绝对是30岁的啊。国庆没吃大餐吗？刚好老婆休假，可以放开了吃。没有啊，老婆在家就没法放开了吃，有人管。而且像那天去吃寿司呢，其实不是寿司，我其实是去吃生鱼的啊。这种东西吃完了以后会难受好几天啊，难受2、3天，因为毕竟现在肠胃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生鱼这种东西挺难消化的，所以不能经常吃啊。这个可能几个月啊或者1年吃上那么几次就可以了。现在东南亚各国不是开始中文复兴了吗？啊，没有那么多复兴了。这个我觉得啊，在哪儿呢都是讲中文的人啊，就还是当地语言是最多的吧。你像我在泰国，对吧？泰国也是这个，他们还是讲泰语的啊。当然，很多泰国人是能够讲一些英文啊。这个像我们跑到泰国去呢，也是拿着翻译软件，而且现在有 ChatGPT，有这些东西，其实翻译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范老师吃生鱼那天，我也吃生鱼了啊。好，下次来请我吃吧。泰语我只会刷我的卡，这个我不会。嗯，好厉害。好吧，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3应该还会有读评，然后周5是不是有直播，我不确定了，对吧？这个咱们看吧，有东西就聊，没东西就让我休息休息。然后11长假我也是准备休息的。那么咱们今天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